诸位啊，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个特别扎心，但也特别能让人瞬间清醒的故事。咱们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常常会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在外面那是风光无限，钱赚得盆满钵满，名气大得吓人，走到哪都是鲜花掌声。可是啊，你只要往他家里看，往他的后半生看，往往会发现一些让人毛骨悚然的悲剧，要么是身体突然垮了，要么是家里出大事了，要么就是最亲近的人遭了奇灾大祸。现在的人啊都不懂，总觉得这叫运气不好，或者觉得是偶然。但我跟大家讲，这世上根本就没有纯粹的偶然。易经里早就讲过了，万事万物皆有阴阳，这命运啊就像一个巨大的天平，你在这头拿得太多，超出了你该拿的本分，如果在另一头你不拿德行去压住它，这个天平啪第一下就翻了，这就叫命运的反噬。不信，今天咱们就拿一件真实的旧事来开刀，咱们不指名道姓，大家心照不宣就行。把时间拨回到1976年的10月，在咱们华语圈有一位闻名天下的武侠大宗师。那天，这位见过无数大风大浪，创办了某大知名报业的文坛巨匠，接到了一个从大洋彼岸打来的越洋电话。就这短短几分钟的电话，让这位平时高高在上的大作家，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呆立在原地，连腰都弯不下去，连哭都哭不出来。电话里说的是什么？电话里告诉他，他这辈子最骄傲、最寄予厚望的长子，在某海外顶尖名校的宿舍里，用一根绳子亲手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诸位啊，19岁，你们想一想这个画面，一个19岁的年轻小伙子，从小脑子极度聪明，当时正读着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名校，只要毕了业回来就是继承庞大家业的少东家。这叫什么？这叫前途一片光明，烈火烹油啊！可他为什么偏偏挑在这个时候走上了一条这么绝、这么黑的路？你跟我说这是意外吗？你跟我说这是年轻人一时冲动吗？我跟大家讲，绝对不是。命运就像河流，你改变不了流向，但能改变自己的位置。这个年轻人的死背后的原因，跟他父亲，也就是这位武侠大宗师一生欠下的风流债和感情债，有着千丝万缕、斩不断的因果关系。你看啊，一提到这位大宗师的名字，你们脑子里是不是立刻会浮现出他书里写的那些绝世爱情？什么等了16年矢志不渝的断臂大侠，什么为了红颜知己终身不娶的豪气英雄，还有为了神仙姐姐连命都不要的痴情公子，苦心一片，感天动地啊！这么多年来，大家看他的书，看某电视台拍的根据他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都很自然的把小说里的那种深情和专一投射到了作者本人身上。大家觉得，哎呦，能写出这么百转千回、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这老爷子现实中肯定也是个绝顶重感情、对老婆专一的好男人吧？但真相是什么呢？诸位记住了啊！真相往往比小说更加残酷，也更加令人唏嘘。在命理学里，有一种格局叫做假象伤官，就是表面上才华横溢、情深似海，骨子里却是极度自我，甚至是凉薄的。一个人如果把一生所有的深情和浪漫都耗在了虚幻的文字和想象里，那他留给现实中身边人的往往就只剩下冷漠、算计和无情的背叛。古人的智慧，咱们得好好学。易经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你小说里写的全都是至情至性阳面，那你在现实生活中必然要有一个极度压抑、极度悲惨的人阴面来承受你这份虚幻浪漫带来的代价。大宗师的长子，那个19岁的少年，就是这场命运因果链条上承受了最重最狠一击的牺牲品。那么这一切的因果到底是从什么时候种下的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大宗师当年发家的风水，以及那个在背后
默默倾尽家当，把命理中所有的正财都用来托举他的结发妻子了。究竟这位陪他吃糠咽菜的原配妻子是如何用自己的福报为他铺路的？大宗师发达之后又是怎么在命理上自毁长城的？诸位啊，咱们接着往下讲。现在很多人，尤其是男人，一赚了点小钱，事业上有了点起色，就喜欢到处跑去求神拜佛，找大师看风水，办公室里摆个貔貅，家里放个发财树，觉得这样就能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我跟大家讲，这都是本末倒置。你们知道男人这一生最大的风水、最稳的靠山是什么吗？根本不是什么摆件，而是你一穷二白时那个倾尽所有陪你熬出来的糟糠之妻。在咱们八字命理学里面，有一个非常基础但也极其重要的概念，诸位记住了啊，叫做妻财同宫。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一个男人的八字里，代表妻子的那颗星和代表财富的那颗星是同一颗星，这就叫正财星。你的正财星稳，你的家宅就安宁，你的基业就牢固。你对老婆越好，老婆的心越安，你的财运就越旺。这个道理啊，古人早就看透了。咱们回头看看这位武侠大宗师当年发家打天下的历史。大概在50年代初，大宗师跟他的原配妻子结了婚。这位妻子可不是一般人啊，人家是某顶尖学府毕业的高材生，英文极好，气质出众。当年周围的人都说，这大宗师是高攀了人家。到了50年代末，大宗师脑子一热，决定要自己创业，创办一份报纸。诸位要知道，那个年代的报业竞争有多惨烈啊！各路资本打得头破血流，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没钱、没背景、没大靠山，想在这个修罗场里站稳脚跟，简直是痴人说梦。当时很多报纸开张不到3个月就关门大吉，血本无归的例子满大街都是。但大宗师骨子里那股商官的傲气上来了，他就是要搏一把。他当时的资金满打满算，连维持报社3个月的开销都不够。就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他的这位妻子做出了什么举动？他没有抱怨，没有阻拦，而是默默地回了房间，打开了自己的首饰盒。他把老母亲留给他的陪嫁那些玉镯子、金链子、钻戒，一件一件的拿出来，走到当铺，全部换成了现金，然后毫不犹豫地砸进了报社这个根本看不到底的深渊。诸位，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一个读了那么多书，本可以去大公司做高薪白领的女人，把一个女人最珍视的安全感全当了，换回来的不是什么股份保证，而是一个男人不知能不能成真的虚幻梦想。如果报纸倒闭了，这些母亲留给他的遗物就永远也赎不回来了。他不知道风险吗？他太清楚了，但他依然选择押上自己的全部身家性命。在命理上，这就叫用自己的本命元气去硬生生的托举丈夫的运势。他就是大宗师命理最大的贵人，最稳的定海神针。这还没完，报社开张后，为了省钱，这位妻子每天在报馆里拼命干活，校对是他，编辑是他，翻译国外的英文稿件是他，到了月底给员工发工资，算账的还是他。一个人顶起4个人的岗位，每天从早上8点干到凌晨1点。最让人震撼的是，在这段最艰苦的岁月里，他还挺着大肚子，给大宗师生了4个孩子，连坐月子都休不踏实。刚出月子就马上跑回报社帮忙。诸位啊，这世界上哪有什么无缘无故的成功？易经里讲厚德载物，这4个字不是随便说说的。大宗师后来能名满天下，富甲一方，靠的是什么载物？靠的就是他妻子这份比天还大、比海还深的恩德啊！如果这都不算深情，如果这都不算爱，那什么才是？可是人心最是经不起考验，尤其是那种才华横溢、满脑子浪漫幻想的男人。大宗师是怎么报答这个为了他连命都可以不要的妻子的呢？当妻子在报社里累得像条狗，熬得容颜憔悴的时候，大宗师却坐在舒适的老板椅上，在他的报纸专栏里公开写文章，去疯狂赞美、歌颂另一个女人。这个口子一开，家里的风水阵就彻底破了。诸位啊，咱们接着往下聊。
刚才咱们讲了，原配妻子是怎么用自己命里的大正财，硬生生把大宗师的事业给托举起来的。现在咱们来讲讲一个极其致命，却又被无数现代人，尤其是稍微有点才华的男人们，经常忽略的风水大忌。这个大忌是什么？4个字：精神出轨。现在很多男人觉得，我只要身体没出轨，我没在外面乱搞男女关系，我只是心里想想某个女神，或者嘴上夸夸别人，这算什么错？逢场作戏嘛，对不对？我跟大家讲，大错特错。你们要明白，古人讲心生万法，道家讲意念就是磁场。你的心往哪儿走，你的能量场就往哪儿流。你在心里日日夜夜供奉着另一个女人，你留在结发妻子身上的能量就被抽干了。这就好比你家房顶漏了个大洞，你的福报、你的家运正在顺着这个洞哗哗的往外漏啊。咱们看看这位大宗师是怎么做的。当时报纸刚刚在市场上杀出一条血路，原配妻子在报馆里没日没夜的干，一个人顶着编辑、校对、财务4个人的活，累得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而大宗师呢，他居然在自家报纸的专栏上公开写文章，连篇累牍的去赞美、歌颂某电影公司的某绝代女星。这位女星当年可是红透了半边天，长得那叫一个极具东方美。大宗师迷恋她，迷恋到了什么程度？诸位啊，你听听看，离谱不离谱？为了亲近这位女神，大宗师放着自家越做越大的报业不顾，隐姓埋名，委屈自己跑到人家那家电影公司去，当了一个底层的小编剧，目的只有一个：近距离接触女神，天天给她量身定做剧本。诸位，你摸着良心想一想，这是一个结了婚，家里老婆正怀着孕，带着4个孩子的男人该干的事吗？更绝的是什么？大宗师把他对这位女神所有的迷恋、所有的幻想，全都写进了自己的武侠小说里。你们看过的那些经典小说里，什么待在古墓里不食人间烟火的白衣仙子，什么让大理国皇子神魂颠倒的绝世神仙姐姐，甚至那些聪明绝顶、气场全开的魔教圣姑，他们的一颦一笑，他们脱俗的气质背后的原型，全都是这位绝代女星。在命理学里，大宗师这种八字格局叫伤官旺透。伤官代表什么？代表才华横溢、文思泉涌、浪漫不羁。但是诸位记住了啊，伤官天生就是克制规范、消耗正财妻子的。这种精神出轨，在玄学上看，比肉体出轨还要可怕，还要根深蒂固。为什么？因为肉体出轨，男人事后可能还会心虚，还会觉得对不起老婆孩子。但是精神出轨，他连自己都骗过去了。大宗师会觉得我错了吗？没有，他觉得我这叫追求纯粹的美学，我这叫寻找文学创作的灵感。外界那些不明真相的读者和媒体还跟着瞎起哄，夸他深情，夸他浪漫，说他是现代版的痴情公子。可是从来没有人停下来想一想，那个在家里默默奉献的女人，她正在承受着什么？诸位啊，你换位思考一下，妻子把老妈的嫁妆都当了陪你创业，每天在报馆里累得像条狗，回到家连口热饭都吃不上。结果打开报纸一看，满篇都是自己老公对另一个女人的大献殷勤，说人家比西施还美。再翻开老公写的小说，里面把那个女人描绘成了全天下最圣洁、最完美的化身，而妻子自己呢，连一句抱怨的权利都没有，因为她只要一开口，大宗师可能就会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俗气？你不懂艺术，你不支持我的创作，这跟拿钝刀子割妻子的心有什么区别？易经里早就讲过了，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家里的气场是夫妻2人共同维系的。当妻子的心彻底寒了，当她不再是那个全心全意为你托底的避风港，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就不再是旺夫的正财气，而是幽怨的负能量。从这一刻起，大宗师家里的风水阵就已经裂开了一道巨大的缝隙。报纸虽然越来越赚钱，名气越来越大，但家里的温度却降到了冰点。2人从办公室吵到家里，从公事吵到私事。就在这个时候，大宗师觉得家里太压抑，开始频频往外跑，去中环的酒吧里借酒消愁。他万万没有想到，
他在酒吧里遇到的那张年轻笑脸，竟然成了引爆这个家族因果业力的催命符。诸位啊，咱们接着往下剖析。前面咱们说到，大宗师在外面精神出轨，在自己报纸上天天捧着别的女神，家里的风水阵已经裂开了一条大缝。你看啊，以前两口子一起熬苦日子的时候，虽然物质上穷得叮当响，但至少目标是一致的，心是贴在一起的，那骨子气是聚着的。但现在呢，报纸赚钱了，销量从每天几千份冲到了几万份，大宗师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被外人捧成了文化泰斗。这地位一高，钱一多，两人价值观的冲突就彻底盖不住了。大宗师觉得，哎呀，我辛苦了这么多年，受了这么多罪，我现在终于熬出头了，我是不是该好好享受一下人生呢？我是不是该风花雪月一把了？可是原配妻子呢，她是真正在一线扛过枪、吃过苦的人，她觉得报纸还得稳扎稳打，不能太飘。两人就这么从报馆的会议室一路吵回半山的豪宅，由公事吵到私事，由私事吵到感情。诸位啊，当一段婚姻里那个曾经毫无保留托举你的女人眼里不再有光，只剩下疲惫和幽怨的时候，这个家的风水就已经在往外漏大财了。就在这个时候，大宗师开始频繁地往外躲，他不想回家面对妻子那张疲惫的脸，他觉得压抑，于是他一个人跑去中环的酒吧里喝酒。就在这灯红酒绿的酒吧里，一件彻底改写所有人命运的事情发生了。他遇到了一个年轻的女士应声，这个小姑娘当时才10几20岁，比大宗师整整小了29岁啊！现在的人啊都不懂，总觉得男人有钱了，换个年轻漂亮的老婆，这是什么男人的天性？甚至还有人羡慕。我跟大家讲，你用易经的思维去推一推，这哪里是天性？这简直就是催命的毒药。古人的智慧咱们得好好学。易经里有一句话叫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什么意思？当你突然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和名望时，如果你的德行、你的感恩之心没有跟着涨上去，你压不住这股庞大的能量，这个时候老天爷就会派一些烂桃花或者劫财星来消耗你，平衡你。那个年轻的女士应声，据说本身就是大宗师的小说迷，一见到这位传说中的大作家，那眼神里充满了什么？充满了崇拜和仰慕啊！诸位记住了哦，崇拜这2个字，对于一个正处在婚姻危机中、事业刚刚大成、自我极度膨胀的中年男人来说，是天底下最致命、最无法抵抗的毒药。你们要明白这个心理落差。在家里面，原配妻子太了解他了，妻子见过他当年到处借钱的狼狈样，见过他早上没洗脸刷牙的邋遢样，知道他所有见不得光的小毛病和暴脾气。在妻子面前，他就是一个普通的糟老头子，一个总是犯错的丈夫。但是在这个10几20岁的小姑娘眼里呢，他是神啊，是才华横溢的大师啊！小姑娘用那种水汪汪的看偶像的眼神望着他，用那种崇拜的语气跟他说话，一口一个大师先生。这种感觉直接把大宗师骨子里那种伤官的自恋和傲慢瞬间放大了108000倍。他觉得，对，这才是懂我的人，这才是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的灵魂伴侣，这才是真正宁静的港湾。大宗师彻底沦陷了，他甚至连自己都骗过去了，觉得自己是在追求真爱。他决定要跟那个陪他白手起家、当了所有嫁妆、生了4个孩子的结发妻子离婚，去迎娶这个年轻的女士应声。你摸着良心讲，这事办的叫人设吗？在八字命理中，这种现象叫什么？叫财多破印。男人的钱财一多，外面的诱惑一多，就开始丧失理智，连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和感恩之心、印心都不要了。你们试着带入一下原配妻子的角度去感受一下，这个男人是你从零开始一口饭一口水喂出来的，你为了他连老娘唯一的遗物都当了，你为了他10几年如一日，熬得青春全无，身材走样，你为了他生了4个孩子，现在他名利双收了，报纸市值1000万了，他跑回来跟你说，对不起，我遇到真爱了，
她是一个酒吧倒酒的小姑娘，我要离开你，这笔账你怎么算？很多女人遇到这种事，可能会一哭二闹三上吊，可能会崩溃大闹。但是这位受过高等教育、骨子里极其刚烈的原配妻子没有，她用一种极其冷静，甚至冷静到让人头皮发麻的语气，给大宗师开出了一个离婚条件，也就是这个条件布下了大宗师家族后来惨烈因果的最后一道玄学防线。诸位啊，咱们接着往下讲。前面咱们说到，大宗师被那个年轻女士应声的一脸崇拜给迷晕了头，铁了心要抛弃那个陪他打下江山、倾尽所有的糟糠之妻。换作是一般的女人，遇到这种事，天都要塌了，可能会在报馆里大闹，可能会找媒体曝光，可能会哭天抢地求丈夫回心转意。但是这位原配妻子没有，她太了解这个大宗师了。在命理上，当一个男人的伤官脾气发作，铁了心要追求所谓的自由和浪漫时，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你的眼泪只会让他觉得你是个累赘。所以他没有哭，没有闹，他用一种极其冷静，冷静到甚至让人感到心寒的语气，给大宗师开出了一个离婚条件。他只说了这么一个意思：你要离婚，好，我成全你，但是你新娶的那个年轻女人必须去绝育，终身不能生孩子。诸位啊，听到这里，你们是不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可能有人会说，哎呀，这原配妻子怎么这么狠毒啊？大人之间的事情，为什么要剥夺人家小姑娘做母亲的权利呢？我跟大家讲，现在的人啊，看事情太表面。你如果这么想，那你是根本不懂命理的因果，也不懂一个做母亲的绝望。你们要明白，当时大宗师创办的这家报业已经是一家市值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大企业了。原配妻子心里跟明镜似的，如果大宗师跟这个年轻女人生了孩子，以大宗师那种感性冲动的性格，将来家产怎么分，报业的股权怎么算，自己那4个陪着父母吃过苦的孩子，将来是不是要跟新太太的孩子陷入无休止的争斗？在八字命理中，母亲代表印星，印星的天职就是保护食伤，也就是自己的子女。当这段婚姻的风水大阵已经被男人的桃花劫彻底击碎时，她作为一个母亲，已经无法保全自己的爱情了。但她就算是拼了命，也必须保全自己4个孩子的继承权和生存空间。这根本不是什么恶毒，这是一个被逼到墙角、退无可退的母亲，在绝望之中，为了保护自己孩子布下的最后一道玄学防线。她宁愿背上恶毒的骂名，也要把未来的隐患彻底斩断。她的底线就是：你可以摧毁我的婚姻，但你绝不能动我孩子未来的奶酪。那大宗师呢？诸位啊，你猜怎么着？大宗师居然答应了。为了尽快把年轻娇妻娶进门，他不仅抛弃了发妻，还眼睁睁看着，甚至促成了年轻新欢去接受这个残酷的条件。你们看，在绝对的自私和所谓的爱情面前，男人的心可以硬到什么程度？这就叫财多破印。为了满足一己私欲，连最基本的人伦悲悯都可以抛诸脑后。但是啊，诸位记住了，《易经》里早就讲过了，天道既满，人道既全。你把事情做绝了，连一点余地都不留给发妻，你以为你签了离婚协议，娶了小娇妻，这事儿就翻篇了？大错特错！命运的清算才刚刚开始，时间来到了1976年。诸位，请你们死死盯住这个年份。这一年在玄学上就是大宗师家族的业力现前之年。什么叫业力现前？就是你种下的恶因，老天爷连发酵的时间都不给你了，直接在同一个时间节点，用你最意想不到、最无法承受的方式，把账单狠狠地拍在你的脸上。就在这一年，大宗师跟原配妻子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还是在这一年，他迫不及待地迎娶了那个比他小29岁的年轻女士应声。而同样是在这一年的10月，远在海外顶尖名校读书、年仅19岁的长子，在宿舍里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3件事：离婚、娶娇妻、长子自尽，全部挤在同一年发生。你跟我说这是巧合？我跟大家讲，在老天爷的因果簿上从来就没有巧合这2个字。你想想，那个19岁的孩子当时经历了什么？他一个人在地球的另一边读书，离家10万8千里。本来他是个天之骄子，突然之间接到消息，天塌了，爸爸妈妈要离婚了，爸爸要娶一个年纪跟自己差不多大的酒吧女孩，而那个辛辛苦苦陪着老爸熬了10几年的亲妈，被一脚踢开了。据说当年这个长子在美国发疯一样的打越洋电话回香港，那个年代的越洋电话多贵啊，1分钟好几十块钱，他不顾一切的打，他在电话里哭着哀求大宗师：爸，你别这样，妈妈跟你挨了这么多年苦，你怎么能这么狠心？你回家吧。可是大宗师当时的反应是什么？是冷淡。他甚至觉得你一个小孩子专心读你的书就行了，大人的事情轮不到你来干涉。诸位啊，听到这里我真的觉得心痛。现在的人啊都不懂，那是一个孩子在干涉大人的事吗？那是一个孩子在拼命挽救自己世界的根基啊！那个家是他命里的印星，是他所有的安全感来源。现在根基被人连根拔起，你让他怎么活？当父亲挂断电话的那一刻，长子心中的最后一丝光彻底熄灭了。诸位啊，咱们平复一下心情，接着往下讲。刚才讲到那让人毛骨悚然的1976年，大宗师离婚，娶年轻娇妻，19岁的天才长子在异国他乡自尽。这3件事如同晴天霹雳，在同一年里连环引爆。很多人看到这里可能会叹息一声，哎，这大宗师也是挺惨的，中年丧子啊。甚至还有人觉得这长子是不是心理承受能力太差了？是不是自己在外面受了什么委屈，想不开？我跟大家讲，现在的人啊都不懂，看问题永远只看个表皮。你如果用易经八卦，用5行深刻的命理去推演这整个事件，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个极其冷酷、极其精准的因果传导逻辑。古人有句老话叫父债子还，这4个字绝对不是封建迷信，而是有着严密的玄学依据的。今天我就把这个天大的命理真相给你们扒开了、揉碎了讲清楚。你们要明白，在咱们传统的八字命理学里面，对一个男人来说，代表妻子的是正财星，而代表子女的是官星、横杀星，统称官杀。这5行之中啊，有一个铁律，诸位记住了，财星是生官杀的。啥意思呢？用大白话讲，就是妻子的能量是直接孕育滋养和支撑子女运势的根基。这就像盖房子，妻子财星是地基，子女官杀是上面的砖瓦，你在下面把地基都给刨了，把妻子伤得透透的，上面的房子能不塌吗？咱们再回到这个故事里，大宗师为了自己所谓的爱情和浪漫，铁了心要跟原配离婚，去娶那个小他29岁的侍应生。他以为他只是换了个老婆，他以为他跟前妻的恩怨就在离婚协议书上结清了，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一刀直接砍断了自己家族风水里最重要的一条生机。大家想想看，原配妻子是谁？那是陪他吃糠咽菜、倾尽家当、托举他发家的大正财啊！他不仅是家里的风水正眼，更是这4个孩子的精神图腾。当这个图腾被无情的踩碎，当这个家被硬生生的撕裂，谁受的冲击最大？就是那个最敏感、最像父亲也最重感情的长子。这个19岁的长子从小就聪明绝顶，大宗师曾经得意地跟朋友说，这孩子不仅读书厉害，连文学天赋和思考问题的方式都跟自己如出一辙。大宗师是把他当成家业的接班人、武侠世界的传承者来培养的。但是命运就是这么捉弄人，你越是在意什么，天道就越是在这个地方跟你收账。这孩子遗传了父亲的才华，同时也遗传了那种极其敏感、重感情的伤官特质。当他远在海外孤立无援的时候，他亲眼目睹了自己那个含辛茹苦的母亲是如何被父亲无情抛弃的。你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
他心里的信仰是不是彻底崩塌了？他还会相信爱情吗？他还会相信婚姻吗？据说当时他自己也正经历着失恋的痛苦，双重打击之下，他发现自己连一个可以回去避风的完整的家都没有了。父亲有了年轻的新欢，母亲被扫地出门，他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游魂。在这个至暗时刻，五行生克里的那句财星破则官杀为应验了。男人的七星受损，负面能量直接顺着血脉反噬到了最脆弱的子女星身上。这个前途无量，本该继承亿万家产的天之骄子，就这么决绝地扯断了自己生命的线，没有留下长篇大论的遗书，连个后悔的机会都没给大宗师留。诸位啊，什么叫业力现前？这就叫业力现前。你种下的因，老天爷不会等你准备好再去结果，老天爷算账那是分毫不差的。你为了一个刚认识没多久的年轻女人，剥夺了结发妻子一生的安全感和幸福，那好，因果系统就用最惨烈的方式剥夺你这辈子最骄傲、最心爱的儿子。这就是命理上的等价交换，残酷到了极点。消息一传回香港，大宗师是个什么反应？整个人彻底崩溃了。他跟身边亲近的人哭诉，那一刻，我情愿自己死，也不想儿子死啊！可是这世上哪有后悔药吃？你当初在专栏里捧别的女人的时候，你当初在酒吧里贪恋年轻笑脸的时候，你当初冷漠拒绝儿子岳阳电话哀求的时候，你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事发之后，大宗师整个人性情大变，他开始闭门谢客，把报业的日常运营交给别人，自己一个人躲在书房里干什么？研究佛经。他开始疯狂地钻研佛学，研究因果报应。一个人只有在痛到极致，知道自己欠下了永远也还不清的债时，才会去佛法里寻找麻醉剂，去找一个能让自己活下去的理由。如果你们看过他后来改写的小说，里面写到一位太极一代宗师站在自己最心爱的徒弟尸体前，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那种撕心裂肺，无法用笔墨形容的痛楚。你如果懂得今天这段玄学因果，你再去读那段文字，你会发现他哪里是在写小说人物啊？他明明是在写他自己，他是在用文字一遍又一遍地向自己死去的儿子赎罪啊！诸位啊，前面咱们讲了，大宗师因为一场中年桃花劫，抛弃了陪他吃糠咽菜的发妻，结果在同一年，他最骄傲的19岁长子自尽，承受了最惨烈的父债子还的业力反噬。很多人可能会问，我跟大家讲，这位大宗师后来不是很有钱吗？名气不是很大吗？他到底算不算人生赢家？你看啊，现在的人啊都不懂衡量一个人成不成功，眼睛里只盯着他的银行卡余额，他在社会上的地位。但易经里早就讲过了，孤阳不生，独阴不长。你外面的事业阳再大，如果家里的根基阴全烂了，这叫什么？这叫财多身弱，富屋贫人。咱们先来看看那位当年为了大宗师当掉所有嫁妆，一个人在报馆顶4个人的原配妻子，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大宗师离婚后，带着年轻的小娇妻出入各种高档社交场合，风光无限。而这位原配妻子呢，她一个人搬到了某老城区的一栋破旧大楼里，孤独地度过了她的晚年。1998年，这位曾经叱咤风云、一手撑起大宗师商业帝国的女强人，因为肺病在医院凄凉离世，享年63岁。最让人心酸、最让人后背发凉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走的时候，身边竟然连一个帮他办理身后事的亲人都没有。最后是谁帮他火化？谁帮他办的手续？是医院的社工。诸位啊，你闭上眼睛想一想这个画面：一个曾经陪着男人打天下，把命理中所有的大正财都燃烧殆尽去托举丈夫的女人，最后就这样默默的像一片枯叶一样消失在这个世界上。这说明什么？说明大宗师当年那一刀不仅斩断了夫妻情分，更是把这个女人的生气和心气彻底给抽干了。那大宗师自己呢？他赢了吗？他后来成了整个华语圈的文化泰斗，身家数以亿计，名留青史。可是晚年的他
根本不敢回忆过去。他只要一想起那个绝顶聪明的长子，就老泪纵横。他赚了全世界的钱，却发现自己身边的亲人因为自己而受尽苦楚，最后他只能一个人躲在书房里，天天翻看佛经，试图在佛教的因果轮回里去寻找解脱。这就叫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命运是绝对公平的，你在事业上拿到了极致的成就，如果在感情和道德上亏欠太多，生活就会用一种你最痛最无法承受的方式，逼着你连本带利地偿还。那么古人的智慧咱们得好好学，咱们普通人看完这个血淋淋的真实故事，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保住咱们这一生的福报呢？我跟大家讲，这3个改命秘诀你一定要刻在骨子里。第一招改命秘诀，时时守住你的糟糠之妻，这是你一生最大的风水。诸位记住了啊，男人的八字里妻财同宫，那个在你一无所有时愿意陪你住地下室吃泡面，见过你最落魄样子的女人，就是你命里的定海神针。外面的花花草草为什么扑向你？因为你现在有光环，他们看重的是你的果，而只有发妻是陪你一起种下那个因的人。现在很多男人赚了钱就嫌弃家里的黄脸婆，觉得带不出去。你千万要明白，他脸上的皱纹那是为你挡灾挡出来的。你抛弃他，在命理上叫自断根基，根基一断，财运必破。所以疼老婆就是在护你自己的财，对老婆大方，你的财路才会越走越宽，对不对？第二招改命秘诀，谨言慎行，不要让你的子女替你的风流买单。你看啊，大宗师的悲剧最痛心的地方在哪？在于父债子还。你以为你在外面逢场作戏，只是你个人的师德问题，大错特错。在五行生克里，财破则官杀为。你对伴侣的每一次背叛，每一次冷暴力，每一次精神出轨，都在疯狂消耗你子女的福报和安全感。你想让你的孩子将来有出息，家庭幸福吗？那就从你自己做起，给孩子做一个干干净净、有担当的榜样。你今天怎么对待婚姻，你的孩子将来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这叫家风传承，也是最强大的家族风水。第三招改命秘诀，克制欲望。伤官再旺也要用印星来压。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才华、很有想法的人，你一定要小心。才华高的人，伤官旺最容易清高自恋，觉得全世界都不懂自己，最容易被外面那些盲目崇拜你的人勾走魂。这个时候，你必须用印星来压制。印星是什么？就是道德底线，就是感恩之心，就是责任感。当你觉得家里烦闷，想要去外面寻找刺激的时候，多想想当年最穷的时候，是谁给你端了一碗热汤，把那股躁动的能量用到事业上，用到正道上，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好了，讲了这么多，我知道你们平时工作忙，听完容易忘。我像个老妈子一样，最后再给大家啰嗦一遍，这几个命理真相，你们打死都得记住。男人的财运全藏在对待妻子的态度里，宠妻就是旺财，弃妻必遭天谴。精神出轨比肉体出轨更损福报。你的意念在哪，你的能量就流向哪。别用你的才华去供奉外面的虚幻，把你所有的爱都留给家里人。因果绝不欺人，业力必有现前的一天。永远不要把事情做绝，给别人留余地，就是给自己孩子的未来留生机。这些道理啊，不是我在这里瞎掰，这全都是古人几千年用无数个家族的兴衰血泪总结出来的智慧。诸位啊，我今天掏心掏肺的跟你们讲这么多，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这世上最好的风水根本不是你家住哪里，办公桌怎么摆，最好的风水是人心，最好的命运是你的修为。你今天有缘刷到这篇长文，看到了这个故事，这就是咱们的缘分。我特别希望你能做一件事，把这个故事，把这篇文字转发给你的家里人，发到你的家族群，或者发给你身边那些正在迷茫，甚至正在犯错的朋友。你不要小看这个动作，这叫什么？这叫法布施。告诉他们，认识自己，珍惜眼前人，改变命运，靠的不是求神拜佛，而是管好自己这一颗心。你今天的一个转发，
可能就点醒了一个正处在边缘的中年人。你的一次分享，可能就挽救了一个即将破碎的家庭，保住了一个无辜孩子的未来。一个人改变，就能影响一个家族的磁场。你的转发，可能就救了谁一生的命运。这就是你在为自己、为子孙积累的无量功德啊！最后，咱们来结个善缘。诸位啊，如果我今天讲的这些因果道理、易经智慧，真真实实的触动了你，对你有哪怕一点点的帮助，请大家动动发财的小手，给本频道或者我这个账号点个赞，点个关注，千万别走丢了。你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都是在给自己积福。我更希望大家能在评论区里留下你的感悟，或者直接打上4个字为家人祈福，或者因果不虚。大家都在评论区留下这股正能量，互动越多，咱们这个频道的共同能量场就越强。不信咱们就拭目以待，带着这颗感恩向善的心去生活，看看你接下来的日子生活会不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我是那个用大白话跟你们聊透命运的老友，人生有啥过不去的坎儿，来我这儿，我陪你们一起看透它。咱们下期新故事不见不散。